貂蝉最恶心人的玩法来了！我有一套貂蝉公式，可以教女孩子轻松拿貂蝉上分。星耀上王者，王者上无双，无双上荣耀，荣耀还能乱杀。全局解说包你学会。首先你要明白，边路貂蝉怕谁？边路貂蝉只怕芈月，所以开局一定要进芈月。如果队友不帮你进，你就先帮抢，你先往楼下藏。如果对面不玩芈月，你就马上选貂蝉。选人阶段学会了吧？来到线上应该干什么呢？学一技能，买2个项链。来到线上用补兵剑补第一个小兵，然后你观察对面打不打你。如果对面绕开不打你，你就先用一技能补兵。如果对面不抢2级，他要打你，不要慌，开启弱化继续补兵。好的，亲爱的，开局你已经学会了，记住要2个一技能搭配补兵剑哟。非常聪明。第一种情况你已经学会了。第二种情况，如果对面直接绕后不打你，那就太好了，因为我们2个一技能刚好补完一波兵线。你要跟兵线站成一条直线，然后用一技能补兵。貂蝉开局只有这2种情况，你已经完全掌握了，非常的聪明可爱哟。升到2级之后应该干什么呢？双方都去打自己的野怪，但是貂蝉现在加强了，对不对？他一技能刷野怪非常快，我们刷完野怪就去抢对面的野怪。那么怎么抢呢？貂蝉一套2-1技能是接近1000的伤害，只要这个野怪血量低于1000，你就可以抢。对面不打，我们就继续回来发育。接下来是重点，不要卡兵，快速清兵，买到 CD 血。我们要跟小兵站成一条直线，然后用被动把小兵炸死。第2波线要快速打完哟，因为第2波打完河蟹刚好刷新，并且这个时候打野刚好过来抓你，并且策划设计的很巧妙。你打完这个河蟹马上往回跑，对面没有时间来抢，打野也没有时间来抓你。学会了吗，姐妹？就跟背公式一模一样。那接下来应该干嘛呢？去看一下对面打野在不在抓你。打野出现在了中路，而现在460可以买到 CD 血。有了 CD 血之后，我们就开始卡兵线，先补一个兵买到 CD 血。有了 CD 血之后，我们才开始卡兵线哟。具体怎么卡呢？手把手教你。往草丛里跳，旁边有兵线，不会断2。我们躲在草里，就这样一直盯着他就可以了。你是4级，他是3级，我们只需要补小兵的最后一下，补完之后什么技能都不放，然后到每个草丛去把对面赶跑，这样他会吃不到经济，也吃不到兵线。如果他非要补兵，你就2技能跳塔，对面不出来，我们就只用普攻补最后一下。卡兵的同时，随时看小地图，只要对面打野出现在其他路，我们就可以玩得嚣张一点，随时准备打他。对面只要补兵，我们就直接开大打他，一定杀不了，但是一定要开大把他打成残血。第一，对面打野来抓只能跟你单挑，因为对面是残血。第二，对面清兵，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打这个河蟹。打完河蟹之后，我们继续卡对面的兵线。2个重点：第一，买到 CD 鞋开始卡；第二，随时观察小地图，注意对面打野的位置。那么卡兵线这个公式你已经学会了，这么打就会变成5打4，因为对面亚莲吃不到任何兵线，变成了经济倒数第一。亚莲除了塔下挂机什么都做不了，因为整整漏了2波兵线，所以亚莲一定忍不住出来补兵。他不来补兵，经济永远倒数第一；他出来补兵，你随便单杀他。这就是边路貂蝉最恶心的地方，不打没经济，打就会死。你很棒哟，看到这里对线期你已经学会了。卡完兵线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断兵线。那么怎么算兵线呢？兵线是对称的，我们的兵在1塔，那么对面的兵也在1塔，还是一样的，随时注意打野位置。打野出现在了中路，那我们直接过来短兵线。第一，可以让亚莲吃不到兵；第二，会让对面非常的着急，抓你不一定打得过，不抓你，你把他野区偷光了。但是记住，不要偷 buff， 只能偷小怪。偷完之后，对面过来抓你了，对不对？把所有人都引过来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跑。这时候对面过来抓你就很难受呀，过来抓你不一定能抓到，而且吃不到经济；不抓你呢，你随时可能偷 buff。而且你看，只要把人引过来，我们就跑，你一个人就报废了1个对抗，半个打野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简单？关注我，专门教女孩子打游戏。圣杯出了之后，一定要先出火甲。如果你出预言，你有4分钟的真空期，防御很低。这个时候对面打野一来抓你，你前期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，姐妹。所以圣杯出完直接买火甲。这个时候我们继续卡兵线。现在的你满 CD 有弱化，并且买的火甲防御没有买预言，只要中路不来抓你，你是死不了的。因为你偷了野，所以你比对面打野经济高。对面亚莲穷的只剩1双鞋。卡兵线的时间，我们再次观察小地图，对面打野出现在了上路，我们就要继续准备去偷野怪，去断兵线了。所以停止卡兵，直接补完所有兵线去抢野怪。如果一直卡兵，可以把亚莲打爆，但如果你的队友逆风呢？所以说不要浪费时间去打亚莲，直接把兵线赏给他，然后我们过来断兵线。还是一样的，兵线是对称的，我们的兵
兵线在2塔，那对面的兵线也在2塔，并且现在你是满 CD 带弱化带火甲的一个貂蝉，断线可以引诱对面过来抓你，对面来抓你，发育路疯了呀，对面不来抓你，1塔就没了呀，并且我们随时在看地图，对不对？所以对面来抓你的成功率非常低。断完兵线我们就跑，再看小地图，确保没人之后，我们又来藏在草丛，看对面中单跟打野的位置，只要中路不来抓你，我们根据对称的兵线继续过来断兵线。本来要断兵线的，但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，队友打起来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支援，因为现在我们是经济全场第一，而对面亚联经济倒数第一，就相当于是5打4。按照这个公式，就算你没什么操作，也是完全可以打出优势的。怎么样，姐妹，学会了吧？亚联只有1双鞋，你 CD 鞋圣杯火甲，他拿什么跟你打呀？打完之后继续过来断兵线，要尽快推掉1塔，因为1塔的目的就是保护这附近的野怪，多看地图，多断兵线。1塔没了之后，这个野区就是自助餐，你想拿就拿。这时候如果队友打不过，千万不要慌，继续偷野发育，直到出到10只预言，因为物理伤害杀不了你，但是还有法术伤害呀。我们直接在下路称王称霸就可以了，并且这一把有张良，所以一定要先出10只预言再打架。你很聪明哟，姐妹，看到这里你已经学会了1大半了。按照这个公式，荣耀50星以下没有任何人是你的对手。接下来安心发育，买10只预言。预言出来之前不要着急去打团，如果着急去打团死了，那么前期所有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？7分钟马上10只预言了，我们就要找机会去打架了，但不是主动去打，是边刷边找机会去打。比如现在队友打起来了，我们就去支援。你现在可是经济第一，是有容错率的，就算打团失误也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一套公式就是提高你的容错率。如果你不按这个公式来，只要你崩了就永远起不来。按这个公式来，我们是有容错率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只差一个10只预言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倒数第2点，优先开大龙，王者100星以下只开大龙，打团的话就随便打。你现在经济高，打团的成功率非常大。如果你打不过呢，对面没法开大龙，也没法一波，对面就会进入一个打又打不过，推又推不了的恶性循环。所以为什么你看我用貂蝉上分这么快，是因为我是在套公式上分，我每一把都是用的同一个步骤、同一个思路、同一套公式去玩，牢牢记住就可以上分。最后一步就是我的独家口诀：队友不上，我不上。貂蝉是不怕张良的，我们只需要默念队友不上，我不上，让队友先打起来就可以了。队友不上，我不上，吃完技能我再上，拿着最高的经济，上的最晚还是貂蝉，完全不怕张良，并且100%可以打出优势。就算队友打不过也没有关系，毕竟按照我这一套公式来，你可是全场经济第一啊！所有的国服貂蝉能秀起来，完全不是因为技术，他们能秀起来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经济很高。普通人上分不需要学国服的操作技巧，你只需要记住，貂蝉这个英雄只要有经济，没有手法也是可以1打5的。关注我之后，学会了我的公式，姐妹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明白了，从选人到对线，到前期，到中期，到后期，每一步该怎么玩，为什么这样玩，我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。这下你终于明白了，哦，原来貂蝉是这么玩的呀！恭喜你姐妹，你彻底学会了。把视频收藏了，多看几遍，拿去上分吧。只要牢牢记住我这一套公式，100%可以打出优势。出装铭文在上一期，我保证你轻轻松松单排，星耀上王者，王者上无双，无双上荣耀，甚至荣耀之后我们还可以乱杀。为了让你学会貂蝉，我真是煞费苦心呐！关注我姐妹，我可是专门教女孩子打游戏的哟。